你有没有发现，解决人生难题的秘诀，往往藏在那些最不起眼的地方？就像一句老话说的，真正的自律，很多时候是从存钱开始的。我们总说人生苦短，要及时行乐，等着有钱了再说。可你看那些真正把生活过明白的人，哪个不是把存钱刻进了骨子里？因为存钱真的能给你带来面对生活的底气。假象一下，一个女孩一年买衣服不超过100块，日用品几乎不花钱，交通费全靠领券。她能把工资的90%都存下来，大学还没毕业就买了人生第一套房，32岁时竟然已经在南京攒下了2套房。这可不是小说里的故事，这是豆瓣上那位被称为女抠神的王神爱的真实人生。用她自己的话说，抠已经刻进她的骨髓了。她知道抠门不是发家致富的唯一途径，但对她来说，存钱更像是一种行为模式，一种对抗生活给自己撑腰的底气。而这一切都源于她那个极度缺乏爱和安全感的童年。小时候的王神爱，妈妈给钱总是扔在地上，让她去捡，告诉她钱有多难挣，一分一毫都不能浪费。爸妈吵架，妈妈回娘家，爸爸就把她寄放在同事或领导家，在别人家吃饭，她只敢吃面前的菜，白天不敢上厕所，只好憋到半夜偷偷去。为了讨好别人，她甚至会在饭桌上模仿爸妈吵架的样子来逗领导开心。那时的她住在平房院子里另搭的小屋，总觉得自己像住在纸盒子里，风一吹就倒了。也许是穷怕了，也许是太没有安全感，他早早的就养成了拼命存钱的习惯。在没毕业开始靠勤工俭学和从小攒下的钱，在附近的小城买下了人生中的第一套房。王神爱后来在节目里坦言，房子就是他的安全感，有了房子就有了退路，那些存下来的钱就是他的救生艇，意味着他再也不用像小时候那样小心翼翼地讨好别人。童年的颠沛流离，爱的缺失，那种何处是家的恐惧，无疑是不幸的。但他却用存下来的每一分钱对抗这份记忆，扼住命运的咽喉。就像他在视频结尾说的那样，生活想要摧毁我没那么容易。有了存款，我们自然就有了对抗命运的底气，也有了好好生活的勇气。就像电影《寄生虫》里那句扎心的台词，钱就是熨斗，能把一切褶皱熨平了。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，你的存款就是你抵御风险、掌控生活的能力。因为成年人的安全感真的都是钱给的。你有没有听过那种风凉话，说穷人就是不努力，只要肯干活，怎么可能挣不到钱？可现实呢？那些拼命跑单到汗流浃背的外卖小哥，凌晨赶着出早点摊的小贩，风吹日晒爬脚手架的农民工，办公室加班996的白领，流水线上的工人，谁不努力？努力挣钱的人多了，不是每个都能享福。的确，吃苦没错，但光是吃赚钱的苦还不够，你还得懂得攒钱，否则任你再拼命，忙得连轴转，日子还是很难，只能一边哭惨一边接着承担。有本书叫《稀缺》，里面讲过一个印度贫民窟的小贩，每天清晨向银行借1000卢比买货，当天卖完能挣100卢比，可一半的利润要还利息，剩下50卢比，除了日常开销，再买杯茶零食，给孩子买点糖果就花光了。如果他每天只攒下5卢比，200天后他就不用再借钱了，一天就能省下50卢比的利息，2天省100，脱贫指日可待。我们绝大多数人，除了少数幸运儿，都得先过一段苦日子，那种一手进一手出的日子是没有尽头的。想要尝到甜头，得靠钱买；想要长久不断的甜，就得慢慢攒。当你攒下的多了，日子也就明朗了，否则想尽办法也无济于事。缺一次钱，你就能懂了。这边要用一大笔钱，估计还有900肯定是不够的。我15号发工资，你发工资的钱全用来看病是吗？我还没拿到，15号发。这是纪录片急诊室的故事里的一幕，看得人心酸无比。28岁的肖兵，一个超市理货员，每月工资2000多，勉强维持着和父亲相依为命的生活。可当父亲被送进急诊室的那一刻，他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破了。65岁的父亲疑似心梗，还有高血压、高血糖，情况危急，医院开了一堆检查项目。可肖斌却犯了难，父亲住院的1300元都是他借来的，现在他全身上下只剩几百块，根本不够父亲在医院的开销。一方面是父亲未明的病情，一方面是数来数去只有几张钞票，这两大难题就像悬在头上的两把剑，让肖斌备受煎熬。他想打电话再跟朋友借，可话在嘴边绕了半天，就是提得出借钱2个字。听过一句扎心的话，确诊对富人来说意味着与病魔抗争，对真正的穷人来说却意味着直接判了死刑。存钱到底有多重要？缺一次钱你就懂了。纪录片的最后，肖斌的父亲还是没能挺过来，离开了人世，只是出去借个钱，父亲就走了。肖斌完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他一遍遍地问医生，会不会是假死，会不会心脏骤停后突然复苏。可是我们都知道，这只是电视剧里的情节，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出现。大家都说成年人的崩溃以日为鉴，是从缺钱开始的，因为有钱我们才有选择，有对抗疾病的能力，有好好生活的底气。可是没钱，我们在面对疾病与风险时，就只剩下崩溃、无奈、心酸与苦涩。虽然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。没钱的苦，我们吃一次就够了。
很多人以为靠着自律就能改变命运、充实头脑、强健身体，但如果金钱上不自律，所有的自律又是徒劳。那种少存钱、高成本式的说法其实是个悖论。钱上没底气，也很难真正静下心来。不少人靠花钱倒逼自律，花血本办健身卡、买网购、加入付费社群，结果转眼就兴致寥寥，不知所图。对钱都不认真，嘴上说自律，恐怕也是佛系，没到半途就要放弃。他们就算被逼着自律，也很难逆袭。不妨想象一个场景：一个高中毕业的打工妹，辞职自学英语、计算机，考专升本，一步步进了美国的大学，毕业做了年薪10万美金的程序员。她下班就去健身房，周末玩飞盘、徒步看大千世界。谁知父亲病情恶化，她赶回国不久就被解雇，行业不景气，再找工作也难。当钱断了来源，自律换来的生活也就撑不住了。这是孙玲的亲身经历，她从高盛集团的精英回到无业游民，还好她懂得存钱，穷时离开工厂备考。她先省吃俭用，攒了1万块，正规也不乱花，超市大盒的肉、整袋的胡萝卜吃不完不买，促销的巧克力不健康，购买逛街就只拿点草莓、青椒。后来即使受挫失业，她也有缓冲的余地，不慌不忙地过着小日子，体面地等到了下一份工作。人活着总会有很多意外，有的是意料之中的，有的是意料之外的。你拿不准命运怎么安排，存下钱才是最实在的。有了钱，这个钱好好自律，少好攒钱，自律才真正有了意义。或许你也觉得偶尔放纵一下还好，再要存钱，听着又累又寒酸。网上有网友吐槽，说自己的老母亲是国企职工，收入不差，却特别能省。有回他回家，哭鼻一股臭肉味，锅里煮的牛肉放了大半年，冻了化了又冻。他说老妈不听，还是路过的邻居说臭，妈妈才说要亲手倒掉。结果走进厨房，他却发现妈妈偷偷把肉往嘴里塞，不到半小时就拉肚子不停。当时父亲卧病在床，老妈又突然生病，给他急得够呛。省下的钱赔了生活，不如不行。所以真正的会存钱，并不是让你吃尽苦头。豆瓣博主唐黎大概在2018年左右开始存钱，他做老师，每月从4、5千再挣起，到现在8000多，存款已经有30万7千了。他上个月餐饮、买菜水果、发红包、买衣服、参加活动，再加上话费和党费，其实也才花了不到2000块。他每花一笔钱都记账，觉得哪部分要超了，就再节制一点。靠着每天走路1万多步代替健身房，他省下了办卡的钱。手机、电脑这类他比较爱惜，因为没什么损耗，也不用换太勤，心里有数。他更可以花钱买小说，放心找地方旅行，什么也不耽误。余下的钱还能存个定期，他过得美滋滋的。学会存钱不是让你不花钱，而是怕你不会花钱。那种蒙着眼睛花钱，想要就拿，花钱如流水，永远超支的状态，才是真正的隐患。慢慢试着记账，清楚每分钱的分配，定期回头看，只花想花的，舍掉不值的，自然就有了安排。心里有杆秤，不用剁手，不必谁来骂醒，更不会委屈。看着钱越来越多，你也就有了成就感。生活总有时会陷入窘境，让期待渐行渐远。但如果赚到了钱能存下来，就算做着不爱的事情，也有随时大夯走人。听过最夸张的是日本大叔坂口，他想过清闲日子，50岁就辞职回家，有房有钱没贷款，他领着平均工资省到极致，一件 T 恤穿了近20年。买菜是用多少买多少，冰箱常年空空的，手机是2007年的诺基亚，只要能用就不换。他每年攒330万日元，30多年攒了1亿日元，足够养活后半生。这种魄力不必模仿。忍30年也不是所有人的理想，但蒸蒸日上的生活、普普通通的愿望，也都是靠存钱实现的。有位抖音博主曾发视频说，他们那时候到月底为了攒钱推掉一些社交活动，人家就指钱是赚来的，不是攒来的，别信那个。结果呢，那些人现在没一个比我们过得好的。刚工作时他1月7000，老公1月1万，他们规划的明明白白，工资拿到手，先强制在银行存5000块定期，防止乱花，剩下4000块是五险一金，衣食住行、水电煤气这些日常开销，再单设一个账户，放3000块作为培训、学习、旅游、份子钱、生病花钱都从这里出。定期6万，加上余下的钱能存7、8万块。5年下来，他们攒出了创业的第一桶金，在北京扎稳了脚跟。任何的逆袭，任何的改变，都需要点本钱，无论多少都得自己攒。网上有个问题，你什么时候突然意识到自己该存钱了？其中有个匿名网友的回答是这样的：前几年他正在公司上班，忽然接到父亲的电话，电话那头父亲用很低的语气问他在忙什么，他说在上班，然后问是不是有什么事。但父亲支支吾吾了半天，就是不肯说出来。他急了，问到底出了什么事。父亲这才说出事情，自己在工地上伤了眼，现在正在医院准备手术，钱不够，还差3万块钱。当时的他听到这些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想了久，存下来的钱也就只有2万，但他不能说没有，于是对父亲说：“你等我10分钟，我给你转过去。”挂完电话后，他急忙找同事借，找领导借。厚着脸皮借了一圈后，终于凑齐了3万块，给父亲转了过去。虽然这件事已经告一段落，父亲也已健康出院。
但每次想到当时借钱时的场景，他就暗暗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尽可能的存钱。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。人只有在缺钱的时候，才能更深切地体会到生活到底有多无奈，疾病到底有多无情，而世界到底有多残忍。如果你有存款，当亲人突然重病，躺在 ICU 需要拿钱换命的时候，你不会束手无策，只能听天由命。如果你有存款，当失业的时候，你不会为了孩子的学费、每月的房贷、车贷而忧心忡忡。如果你有存款，当需要完成人生大事、准备娶妻生子的时候，你不会再伸手向年迈的父母要钱。以前总觉得生活这么累，总该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吧，于是毫无顾忌地刷着信用卡去吃大餐，去疯狂网购。可吃过没钱的苦后才明白，存钱才是好好生活的底气，是成年人最顶级的自律。富兰克林讲过一句话，很值得思考。他说，2个口袋空的人腰挺不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会求人。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努力存钱的原因所在，就是不想因为没钱而轻易的向生活妥协和低头。好了，讲了这么多，我知道你肯定想问，那到底怎么存钱呢？别急，我这里总结了20个超实用的小方法，总有一款适合你。1.30天倒数法，每月第1天存30元，第2天29元，以此类推到30号存1元，1年下来能多存5580元，适合学生党和小白。2.365存钱法，在纸上写1到365，每天选一个数字存钱，1年存够365次，1年能存66795元，适合收入较高的白领。3.10强制储蓄法，工资一到账，立即拿出10%钱起来，比例可根据自己情况调整，目的是培养无痛存钱的习惯。4. 逢年过节法，生日给自己一笔存款，收红包存50%，年终奖存70%，让存钱更有仪式感。5. 梦想倒逼存钱法，比如每年父母的保险费，把大目标分解到每月心中有数，存钱也就不难了。6. 滚雪球存钱法，每年固定拿出一笔钱存1年3年，让它自动复利，越滚越大。7. 阶梯存钱法，把大笔金额分成几份，存入不同期限，比如20万分成4万、6万、10万，分别存1年、2年、3年，到期再转存更长定期，确保资金不断滚动。8.33存钱法，每月收入分成3份，1份开支，1份储蓄，1份投资，先存钱后消费。9. 存零法，每天回家把身上100元整数以外的零头都存起来，比如有130元就存30元，适合习惯用现金的人。10.52周存钱法，每周存入金额等于周数，第1周1元，第2周2元，1年后能存1378元，逐渐增加，有节奏感。11. 目标储蓄法，设定具体目标，比如半年攒6000买电脑，5年攒30万买车，目标越清晰，动力越足。12. 3分存钱法，每月工资分3部分，1/3储蓄绝不动用，1/3日常开支，1/3投资理财。13. 预算花钱法，每月设定预算，该花的花，不该花的一分不花，就像理财达人挺主，没超预算就果断买下心仪的衣服，超了就坚决不买。14. 91法则，每月开支最多不超过收入的90%，10%强制储蓄，比例可根据实际调整，比如80%消费，20%储蓄。15. 房租存钱法，假设你要去某个地方旅居，需要租房，每月把房租存入账户，每月攒1000，一年就有12000。16. 总量限制法，事先规定好每样东西只能有几件，坏了才能补上，且数量不变，比如每个季节8套衣服，保证每件都穿。17. 等价换算法，买东西前问自己，这双300元的鞋子值得我用2天生命去换吗？不值就不买，值得就买。18. 花钱自省法，买东西前问3个问题，家里有类似的吗？我真的需要吗？使用频率高吗？任何一个答案是否定，就不要买。19.12存单法，每月固定日期，比如15号存一部分工资为定期1年，1年后每个月都会有存款到期，既有活钱又能享受利息。20. 清晰目标法，给自己定一个可实现的目标，比如2年存10万，分解到每年每月每天需要存多少。最后我想说，在这个人世间生活，我们不用很有钱，但真的不能很缺钱。同样的，我们也不要假装不爱钱，因为生活总有让你哭的时候。你今天存下的每一笔钱，都是为自己和家人的未来而努力。人的一生，你想拥有多少的美好，就需要多少的未雨绸缪。作家连岳曾说，不谈钱的人永远不会成熟。存钱不是炫耀，更不是心理安慰，而是生活能过得舒服，拼搏能有资本，紧急的时候能够有进有退，想要的东西，想过的日子，甚至只是安全感，这些都只能靠自律给自己。而最顶级的自律，一定是从钱开始，攒足了逆风翻盘的底气，抵御风险的能力，存现在的钱，紧握往后的好福气。